你記住阿 K 係有4種聲唔好嘅徵兆，等我估下先，嘈交嘅聲，唔係隔離屋打麻雀嘅聲，唔係，鄰居裝修嘅聲，我話你知咯，肯定係烏鴉嘅叫聲，肯定係冇嘢嘅。咁你家鄉有冇咁嘅講法呢？家有4聲叫，不是好徵兆。咁準唔準呢？到底係邊4聲呢？第一聲就係烏鴉嘅叫聲。烏鴉自古以嚟都唔係咁得人中意嘅，外形生得互似馬客，叫聲又唔係咁好聽。你試聽下啦。民間老百姓仲認為烏鴉嘅叫聲係不祥之兆，甚至會帶走人哋嘅性命，抽走人魂魄咁話。所以好多人認為烏鴉係不祥之鳥。但凡有烏鴉出現嘅地方，肯定有啲唔好嘅嘢發生。但又唔係話所有民族都咁認為嘅。例如話滿族人嘅吉祥鳥就係烏鴉，而唔係鳳凰啦。咁之所以佢哋尊崇烏鴉為神鳥，講起身係有段古嘅。咁話說喺清朝，漢王就戰馬瓜咗，唯有行路着草。咁眼見班追兵就快追到嚟啦。喺危急關頭，忽然之間發現路邊有一棵空心嘅樹。咁漢王急中生智，就捐入咗個樹窿。咁啱得咁巧，就好多烏鴉一群咁飛過嚟幫佢做掩護。等到班追兵追到嚟嘅時候，淨係見到啲烏鴉，又見唔到人，唯有繼續咁往前追。多得烏鴉，漢王先至可以成功脫險。咁自此以後，滿族人就將烏鴉當成係吉祥之鳥，並且稱佢為神鳥啦。為咗報答烏鴉嘅救命之恩，仲規定所有族人都唔准射殺烏鴉，仲要專門揾個地方放啲肉去餵養佢哋。就連康熙曾經都設置過神杆去餵養烏鴉嘅。所以呢一班烏鴉曾經喺皇城都住咗好長一段時間。所以喺唐代以前就已經有烏鴉報喜，此由周興嘅講法，講明喺過去其實呢一隻烏鴉係吉祥同埋預言作用嘅神鳥，亦都係孝鳥。直到喺唐代以後先至有烏鴉空兆嘅講法。但係到咗依家，可能好多人都覺得烏鴉嘅樣生得唔係咁靚仔，再加上係食腐肉同死亡又扯上關係，所以唔係咁得人中意。但係烏鴉嘅壽命係長達10到15年嘅鳥類，亦都係最聰明嘅鳥類。睇翻其實烏鴉都幾冤枉嘅吓。咁第二種係咩叫聲啊？貓頭鷹嘅啦。第二種叫聲就係貓頭鷹嘅叫聲。咁你話烏鴉得意啲定係貓頭鷹得意啲呢？古人將貓頭鷹叫做號字間嘅鳥，呢個字普通話讀梟，粵語讀梟，冇讀成號。梟亦都係貓頭鷹一類嘅鳥，而鳥字下面有個木，呢個字普通話都係讀梟，粵語讀梟。巾幗梟雄就係呢一個梟啦。咁梟同蚩尤生得好似嘅，亦都係貓頭鷹一類嘅鳥。咁貓頭鷹仲被稱為逐雲鳥、報喪鳥，所以老百姓認為貓頭鷹係不祥之鳥。尤其喺農村生活過嘅老友記應該聽過啦。夜貓子鎮宅，無事不來，不怕夜貓子叫，就怕夜貓子笑。咁呢度講嘅夜貓子其實就係貓頭鷹。貓頭鷹嘅叫聲，你聽下，係咪好得人驚？貓頭鷹係唔會隨便叫噶嘛，咁所以民間老百姓就認為，只要貓頭鷹一叫，附近肯定有人瓜老襯。咁其實呢個講法有啲誇張嘅，貓頭鷹真係冇咁可怕。貓頭鷹係一種益鳥，佢唔會傷害人類，對人類無害嘅鳥。我記得古希臘人係將貓頭鷹尊敬為典拿智慧嘅象徵，而英國人亦都認為貓頭鷹係聽得明人類嘅語言嘅。雖然貓頭鷹都食屎絲肉，但係佢都食昆蟲同埋老鼠嘅。貓頭鷹嘅嗅覺係非常靈敏，甚至可以聞到病入膏肓嘅人嗰種氣味。可能係因為呢一點啦，所以俾人覺得佢係好唔老禮。咁你家鄉有冇呢個講法呢？認為貓頭鷹或者烏鴉叫聲就會有唔好嘅嘢發生嘅講法呢？咁第三種叫聲呢？半夜狗吼，肯定係有一樣。咁第三種叫聲就係半夜狗嘅叫聲。城市養狗就係寵物狗啊，咁但係農村養狗就要看門口，要睇屋噶咯。尤其係到咗夜晚夜深人靜嘅時候，狗嘅聽覺、嗅覺、警覺性都特別靈敏嘅。一旦有陌生人接近，又或者有啲咩風吹草動，狗就起晒咁叫噶啦。呢啲叫聲係唔同平時嘅，叫得特別急同特別惡嘅。你試想一下啦，半夜3更走出嚟活動，喺人哋門口行嚟行去，搞到隻狗起晒吠嘅，唔係想做啲偷雞就係摸狗嘅事啦。
仲有一種情況就係動物嘅異常有可能提前預知一啲地質嘅災害，譬如話山泥傾瀉啦、水災，又或者係地震啊等等，都會令到動物異常起晒喺度叫，提醒主人快啲扯嘅。所以如果半夜聽到狗嘅吠聲叫得好犀利嘅話，就要注意下啦喎。咁第四種又係咩叫聲啊？八九點、10點嗰度雞啼點好？點解咧？即係是但有用。咁雞乸啼咧？雞乸啼成災啦，去雞公啼咩？去雞乸啼。你家鄉有冇咁嘅講法咧？最後一種就係半夜雞啼啦。咁眾所周知，雞乸係負責生春噶嘛，雞公就係負責未天光就打鳴噶啦。但係若然雞乸學雞公叫，又或者雞公唔係早上叫咧，呢一下咁老百姓就認為係唔好嘅現象，甚至要劏咗隻雞先得。但係其實呢一個係冇乜科學根據嘅。雞係有夜盲症嘅，咁一旦受到光線嘅刺激就會起晒喺度叫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。但係動物提前感知危險先至會異常叫，呢一個有啲可能啦，有可能係因為環境突然嘅變動先至會叫，要注意下係咪自然災害嘅發生。咁家有4聲叫，我認為最後2聲有啲道理，比較符合實際嘅。咁你家鄉有冇呢一種講法呢？咁今期分享住咁多，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歇後語半夜雞啼下一句係咩呢？留言發揮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